我和闺蜜同时嫁给顶流和霸总，她成了病娇顶流的早死黑月光，我成了黑化霸总的虐身小娇妻。霸总和顶流还是亲兄弟。闺蜜被顶流折磨一夜后给我打电话，我受够了，打算死了，你呢？我看了一眼身旁熟睡却眉头紧皱的霸总，犹豫了一下，那我也死吧。闺蜜豪情万丈地道，好，那今天我死，明天你死，这样不会太明显。后来她坠崖，我海难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得知我们死讯的顶流和霸总却疯了。我和闺蜜是小说里的悲情女主，同时觉醒了。她是病娇顶流的初恋黑月光，因为得了癌症，不想连累顶流，在顶流最落魄的时候抛弃了他，还说了很多让他伤心的话。后来顶流训练2年半，成功出道，成了影视歌3期的天王巨星，强娶了闺蜜，却日夜折磨。没关系，他快死了，因为他拿的是死人文学剧本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和霸总家族联姻，但霸总并不想娶我。后来他白月光在我们的婚礼那天去德国留学了，他恨我入骨，对我虐身虐心。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拿的是追妻火葬场剧本。真该死啊，顶流竟然还是霸总的亲弟弟。好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我叫木暖，是豪门霸总傅北辰的妻子。晚饭的时候，闺蜜安心发来消息，病娇什么的，烦死了。我赶紧跟管家借口说我吃饱了，钻进房间。又怎么了？快展开说说。闺蜜气呼呼地道，我今天跟男同事说了句话，被他看见了，折磨了我半天，都跟他说了我没有，偏不信。你说他是不是有那个什么 PTSD？ 因为被抛弃过，害怕再被抛弃，然后就有那个病态心理。我笑死。以前一起看小说的时候，不是你说喜欢那种被坚定选择的感觉，让你演几集吗？现在真演上了，后悔了。你们家傅南风好歹是年下弟弟，不像我们家傅北辰，整天板着张脸跟我欠他1个亿似的。想了想，又无奈笑起来，我好像真的欠他1个亿。当初穆家所以要跟傅家联姻，就是因为穆氏的资金链出现问题，我不得不为家族事业卖身。为此，傅北辰的白月光一气之下去德国留学了。原本说好3年的，傅北辰等了5年，8年了还没回来，所以傅北辰恨我入骨，对我没有一点好脸色。每个月只冰冷的给我300万家用，外加每周日一次夫妻共同活动。我正和闺蜜滔滔不绝吐槽傅家兄弟2个，身后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。我下意识回头，看见傅北辰穿着睡衣站在我身后，头发潮湿，胸肌半露，微微蹙起的剑眉显出一丝忧郁的气质。见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傅北辰眼底的不耐更加明显了。愣着干什么？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？我还陷在闺蜜吐槽小叔子的八卦氛围之中，一下还真没反应过来。见我发愣，傅北辰眸色一沉，我迅速反应过来，挂断了温馨的电话。我先挂了，晚点再打给你。然后有些羞涩地望向傅北辰。今日是周末，星期日该 X 了。傅北辰脸臭臭地走到我身边，对我道：去洗澡。我揪着100解释，我洗过了。他似乎对我刚才跟闺蜜打电话冷落他的事情很不满意，嘴角浮起一丝恶劣的笑意。那就再洗一次，里里外外从头到脚全洗一遍。他言下之意嫌我脏。没错，霸总他口是心非，小嘴跟淬了毒似的。就因为当初我为了和陆家联姻爬上过他的床，所以他天天蛐我。这夫妻生活真是过不了一点。要不是怕他黑化让我家破产，把我锁在地下室日夜折磨，我才不想搭理他。磨磨蹭蹭洗了半个小时的澡，我都有点困了，想着敷衍他一下，我今天累了，下次行吗？傅北辰却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拽得坐在了他的腿上。不行，下周我要去国外连续出差3个星期，所以今天要3次。您可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。那天晚上我们一次在沙发，一次在窗台，一次在床上，最后我累得手指头都抬不起来，是被他抱着去洗澡的。快睡着的时候，听到傅北辰在我耳边道：套就剩2个了，最后一次我没带，你自己记得吃药。原本十分困顿的我，突然感觉心里有些闷闷的。结婚都8年了，傅北辰还是不肯让我怀他的孩子。也是有个这样傻 X 的爹，孩子生下来也要流口水。反正我记得我的剧本是白月光归国，我这个恶毒前妻被离婚，逐出家门，只获得8个亿的赡养费。嘟囔着回道：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的。隐约感觉头顶的人气压低了下来，但我不想哄他，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。第2天起来，傅北辰已经去赶飞机了，我煲了汤去剧组探班。当然不是去探顶刘小叔子的班，是我闺蜜的班。安心身体不太好，傅南风老折腾她，我看着心疼，总是熬汤给她补补。作为顶流嫂子的我，可是知道他傅南风很多黑料的。他凹单身人设，其实背地里隐婚，老婆就是自己的经纪人。表面上人畜无害，面对女粉丝们嘴上喊着 Supermarket me 一窍不通的他，玩我闺蜜的时候玩得可花了，家暴、婚内强制、不带重样，好几次都闹到半夜叫医生。有次按着发烧的安心在浴缸冷水里折腾，搞得她肺部感染，住院1个月，差点死掉。不知道她怀孕了，强迫她大做特做，最后孩子掉了，又怪她没保护好孩子，说是安心在惩罚她。好几次看着安心虚弱的躺在病床上，我都忍不住发出灵魂质问：你可真难杀呀你们死人文学是真的死人吗？小叔子这是因爱生恨，往死里折腾你啊！安心躺在病床上，有气无力的抬眼看我。你家傅北辰就很好吗？他不是很恨你吗？干嘛老缠着你？人家做爱，他做恨。我有些尴尬。那倒是没有，他就是总说些难听的话羞辱我，比如说我当初嫁给他是为了他的钱之类的，但是每个月的家用都是准时的，物质上也没有什么亏待我的。我好几次跟我爸妈说想离婚，他们都说是我不知足，傅北辰这么好的女婿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安心气得握紧拳头。
他妈的，兄弟俩一个两个跟有病似的，难怪他追妻火葬场。傅南风也总说，我当初离开他是因为他没钱。我们互看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不解。既然傅北辰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分傅南风一点？哦，那是因为傅南风和傅北辰他爸妈拿的也是追妻火葬场剧本。当初傅南风他妈宋女士怀着傅南风跟他们爸爸傅董事长离婚了，傅南风是宋女士自己一个人外面生下来的，直到他长大成人才被豪门认回去。当然这些都是上一辈的恩怨了，暂且按下不表。想当初安心刚跟傅南风在一起的时候，两个都是很穷的。安心是刚毕业的实习小经纪人，傅南风是刚出道无背景的小糊咖，两人一起住地下室吃泡面熬了好几年。期间傅南风没固定收入，在酒吧唱歌几乎都是安心在养着他。后来安心得了白血病，不敢让他知道，提的分手。安心家庭情况其实不差，只是当初违背了父母的安排，没去体制内工作，才跟家里决裂的。离开傅南风后，在家里的安排下，白血病找到匹配的骨髓，治好了。没想到他离开傅南风后，傅南风发愤图强，业务能力直线上升，没几年就干到影视歌3期顶流，还成了最年轻的影帝。顺一嘴子，他得奖那部作品叫《妻子在冰箱里沉睡》，讲的一个男的老婆出轨，他把老婆杀了，尸体存在冰箱里，他贡献了精神病式的演技，获得一片掌声喝彩。后来那个道具冰箱被他带回了家，每次和安心吵架，他就威胁要把安心杀了，装到冰箱里去。安心看他那么成功，没想打扰他，毕竟都分手很久了。傅南风和小花的绯闻也炒得火热，只是偷偷往后台送了束花，连卡片都没留，结果被傅南风给抓住了。傅南风对他强取豪夺一夜，第二天抓他去民政局领证了。每次听到这里，我气得不行，妈的，诡计多端富二代装穷屌丝，骗你跟他过苦日子，你傻了吧？他那是强 X， 他让你去你就去啊，妇女有婚姻自主权。安心怂怂地看了我一眼，他好颠，我怕他真的杀了我，装到那个冰箱里。那天晚上他就是在那个冰柜盖子上和我进了剧组，我往傅南风的房车去，都知道我是傅南风他嫂子，所以也没什么阻碍。到了房车外面，看见傅南风的助理小王在外面把风，房车门锁着，里头发出痛苦的呜咽和撞击声。见到我，小王表情十分的尴尬。傅太太来看峰哥和安总监啊，他们现在有点事儿，不是特别方便。我无语，大白天的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刚才郭导打电话来了，说傅南风耍大牌，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整个剧组等他一个人。你让他识相的快点滚出来，这个剧可是我投资的，是不是想害我亏钱啊？我刚觉醒那会儿，想着这虐文女主谁爱当谁当吧，老娘要跑路了。结果发现手上根本没几个币子儿。身为豪门总裁夫人的我，虽然一个月家用300万，但傅家家大业大，每个月人工费、水电费、伙食费、往来人情，扣下来也没剩多少。至于买衣服、买包、买珠宝首饰，都是用的傅北辰的副卡，实际上根本摸不到多少钱。为了搞点钱跑路，我跟傅北辰说我要投资，让他给我1000万，我要投傅南风的电影。第一部投资的电影票房就大卖了，分账到手1个多亿，一下就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后来我每次投资都问傅北辰要钱，他不给我钱，我就不让他碰。几千万对傅北辰来说小意思了，他要的是安稳的生活，听话乖巧的妻子。如果给点钱能让他省去很多麻烦的话，他是愿意给的。我投资眼光不错，又有安心给我参谋，投资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大卖了，尤其是傅南风的作品，简直是票房保障。嫁给霸总老公没有让我变得富有，还得靠顶流小叔子。看着账上的余额，我落下泪来。从回忆里抽身，我用力地拍着眼前房车的门。傅南风，你在干什么？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信不信我找记者曝光你，说你隐婚家暴，这个娱乐圈你也不要想混了。一直闹腾的房车里面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傅南风那张清秀之中透着点阴郁的脸从门缝里探出来。木暖，你敢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我让我哥跟你离婚吗？啊，那可求之不得了。要知道，傅北辰虽然人傻逼了点，但给钱还是很大方的。反观眼前的傅南风，完全是傅北辰的对照组，他从来不给安心钱。他说安心有了钱就会离开他，没关系，我会卷傅北辰的钱养他。我跟傅南风说一句话都嫌多，推开房车想挤进去。安心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死小子看着高高瘦瘦的，劲儿还挺大，把着门不让我进去。这是我们夫妻俩的事情，你少掺和。木暖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背地里没少撺掇安心离开我吧？要不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收拾你了。我气急，那你可真给面子啊！可惜我不给你面子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告你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。眼看我真的要打电话报警，傅南风披上衣服从房车里出来了，一把夺过我的电话，反手给我掐脖子，摁车门上了。木暖，你真不怕死是吧？你非得搞得我和安心离婚，你才满意是吗？你自己婚姻不幸福，就来破坏我们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呀？我本来想好好跟他说的，但他此言一出，我直接悠了。哦，傅南风，你这么恶心的话，你是怎么说出口的？哦，看见我被掐，安心挣扎着从房车里出来了，看见他额头上的血迹，我两眼一翻，昏死了过去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，安心脑袋上扎着绷带，一脸担心地看着我。木暖，你没事吧？都是因为我，要是因为我出了神妖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我看着安心脑袋上的伤，气得要从床上坐起来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傅南风他又打你了，他是不是有病？安心见我看他，眼神有些闪躲。木暖，不要看我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把人生过成这样。我有时候常常在想，当初要是死掉就好了，要是没有送那束花就好了。不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遇到他。阿暖，为什么要让我们觉醒，却不让我们重生？
我想重生，重生回没有遇见傅南风之前。你说我去死掉好不好？我看他精神状态有些不对，赶紧安慰他。安心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傅南风那个精神病。要不你跟他离婚吧。安心立刻摇头，不行的，他会杀了我的。他说我要是敢离开他，他就杀了我，还要把我父母都杀了。这话你提都不要在他面前提，他精神不正常，我怕他会伤害到你。安心的话让我人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我抬起手横在脖子上做了个嘎的动作。要不我们把傅南风做掉吧。我的话让安心的脸色一白，这能行吗？万一被发现了，我们会没命的。傅北辰的势力这么大，你没必要为了我冒这个险。谁让我们是闺蜜，倒霉到一家了呢？我拿出1000万去黑市买凶，想取傅南风狗命。想了想，那狗东西哪里值1000万，这可都是我投资赚来的血汗钱，随即减价到500万。没想到人家一听是杀傅家的小少爷，纷纷拒绝了我。傅家在海市只手遮天，谁活腻了敢动傅北辰的弟弟？我很无语，动一下他怎么了？你不动怎么知道不行呢？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啊！然而我从500万加价到5000万，还是没人敢帮我们取傅南风的狗命。后来我出了黑市，找到了傅南风他拍戏的道具组，给了那个道具师傅100万。道具师傅的女儿是先天性心脏病，急需医药费，果断答应帮我们在傅南风的 VR 上面做手脚。我给安心说，放心吧，这次傅南风不死也摔个半残废。结果人家 VR 是断了，摔的地方距离地面不高，只摔了个皮外伤，第2天接着拍戏，还因为敬业上热搜。道具师傅很尴尬。傅太太，你放心，下一次爆炸戏我用真的，炸不死他也半残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现场炸是炸了，但道具师为了不伤及无辜，分量不足。傅南风被气浪掀翻了，摔了个脑震荡，人没什么事。接连2次出事，傅南风的粉丝不干了，说剧组谋杀，要求严查。吓得我赶紧出面把事情压下来，又多给了道具师200万，让他带着全家躲出去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海市了。我屡次失手，生气的揪自己的头发。傅南风怎么这么难杀呀？这难道就是男主光环？安心心疼的看着我，阿暖，你为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，剩下我自己来做。我懦弱了这么久，是时候勇敢一次了。我有些惊讶的看着安心，欣欣，你要干什么？安心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道：傅南风他生过敏。曹，你不早说，喂他丫的吃花生啊！傅北辰不在的这3个星期，我天天和安心谋杀他弟弟傅南风。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傅南风终于被我们搞进了医院抢救。好消息，傅南风被搞得半死；坏消息，又被医生抢救回来了。我们的婆婆傅家老夫人宋女士水灵灵的来了，上来就给了安心一个大嘴巴子。我早跟南风说过，不让她娶你这个坏女人，她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搞到住院还差点没命。你到底要害我儿子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他死了你才会开心？我一阵无语，明明是他自己儿子没教好，现在反倒来怪安心是坏女人。说到底，什么是好女人？什么又是坏女人？其实是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，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给女人们套上的枷锁罢了。相夫教子、贤惠孝顺、家宅安宁，就是好女人，反之就不是。只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没有从中获得好处罢了。而宋女士同为追妻火葬场的女主，现在却站在男人的角度指责女人，实在可笑。安心被打得头歪向一边，听到宋女士的话，气得笑了一下。是，宋女士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安心对道，花生是我放的，你报警抓我呀！我就是想让傅南风死，他死了我就会开心了。你这个疯女人！宋女士气得要去厮打安心，被我一把拉住。婆婆，您息怒啊，安心说的都是气话。您看她这么柔弱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故意的？她连鸡都不敢杀。原本半死不活打点滴的傅南风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不顾自己死活，开口道：妈，我和安心的事情您别管，我就是要和安心在一起，就算死在他手上我也愿意。我和安心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无语。你既然愿意，那你抢救干什么？你倒是死了。他不仅没死，还深情告白。妈，算我求您了，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您什么，我求您不要管我和安心的事情好吗？说罢，他忽然转头望向安心，你真的那么恨我，那么想我死吗？好，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然后抓起一旁的水果刀，对着自己手腕划拉了一下，飞溅的血液溅了我们3个一脸。我们3人发出尖锐的报鸣。啊呀，宋南风，你个蛇精病，你自杀就自杀，你溅我一脸血干嘛呀？我他娘的晕血呀！我又晕了。病房里，宋女士水灵灵的尖叫：啊呀，儿子你不要冲动，妈都依着你。安心看看我，看看傅南风，手足无措。啊暖，傅南风被拉去包扎，因为不配合，还扎了一针镇静剂。医生说他抑郁症复发了，需要静养，让我们不要刺激他。气得宋女士大骂安心是狐狸精。我短时间内晕了2次，让安心很是担心，根本没时间搭理那对母子，而是守在我的床边。阿暖，是不是这豪门儿媳太难当了？你体质怎么变这么弱了？想当年上学哪会儿，你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跑800米不带喘气的。我寻思他说的对，不好的婚姻对人是一种消耗，肯定是傅北辰那个狗东西采阴补阳了，要不然他天天龙精虎猛，我日渐消瘦。安心道，要不你还是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吧。我点头答应。好，结果一检查身体，我竟然怀上了。看着检查报告，安心很是尴尬。啊，你不是说你们避孕不打算要孩子吗？我想了想，一拍脑门，那天计生用品用完了，我早上急着去看你，忘了吃药，估计是那天怀上的。
妈的，这下麻烦了。傅北辰肯定不要这个孩子，还会说我诡计多端，故意怀上他的孩子。8年了，整这死出。安心焦急道：那怎么办啊？小宝宝可听不得这样的话，要是知道他爸爸这样说他，会变丑的。我不要慌，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。安心捂住了嘴，露出了悲伤的神色。难道你要做掉这个孩子？孩子是我的，凭什么解决孩子？我勾了勾嘴角，露出冷酷的笑。不，我要解决孩子他爹，我要和傅北辰离婚。我怀孕的事情，你先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听我安排。安心点了点头。阿暖，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，我都听你的。在医院休息了1天，做完各项检查我就出院了。原本想把傅南风那个狗东西搞死搞残，结果没死没残，还抑郁症犯了。剧组的拍摄进度被延误了，投资商要撤资，我投资的钱也跟着打水漂，还连累安心天天哄孙子似的哄他，真是造了孽了。不过那些跟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比起来，都是小事了。傅北辰跟我结婚的时候，断定我是图他的钱，为了表明自己是真心喜欢他，想嫁给他的，我签了婚前财产协议。要是离婚，我什么都得不到。这么多年，傅北辰一直自以为是的拿这个来要挟我，以为我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。反正我攒的钱也够多了，养安心和孩子下半辈子绰绰有余，所以我打算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准备跟傅北辰提离婚，狠狠打他的脸的时候，被傅北辰给打脸了。从来没有对我动过手的傅北辰甩了我一巴掌。木暖，从前你耍心机玩手段，我都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把心思动到南风的头上。他怎么碍你的眼了？你要这样害他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傅家的继承权是我的，他对我没有威胁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你就这么怕有人动摇你傅氏总裁夫人的地位吗？不是，哥们你有点自恋了吧？他以为我搞这么多事情想弄死傅南风是为了他，寺庙里的佛都没他能贴金啊，我也不想的，但他给我这么高的台阶，我得下呀。当即捂着脸，一脸委屈的看着他。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那我们离婚。傅北辰，你以为我嫁给你，忍了你这么多年，真的是为了你的钱吗？我堂堂穆家大小姐，嫁给谁不是嫁？有必要为了你那点钱委屈自己一辈子吗？骗他的，我就是为了他的钱。当初之所以选他，就是因为他是候选人里面最有钱的。和安心还有傅南风的相爱相杀不同，我和傅北辰没有那么多爱，也没有那么多恨。我的目的自始至终都很明确，我就是为钱。男人这个物种，骨子里确实是有些犯贱在里头的。常常把被迫娶我，说我是为了他的钱才嫁给他的傅北辰，在听到我要跟他离婚的时候，态度竟然缓和了下来。对不起木暖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不该动手打你。我是傅氏的总裁，现在南风出了事，我又传出离婚的消息，会影响傅氏的股价的。我给你道歉，离婚的事我当你没说过。听到傅北辰的话，我笑了。傅北辰，你别忘了，咱们可是签过婚前财产协议的。傅氏的股票跌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破产倒闭，都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原以为傅北辰听到我的话会气得跟我离婚，没想到傅北辰竟然只是长叹了口气，朝我道：知道了，我会让律师跟你联系，喜欢哪里去10套房产过户到你的名下，另外再转10个亿的现金到你的账户上。这样你可以不要闹了吗 ？Vocal， 傅北辰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该不会是对我日久生情了吧？他要是早这么大方，我岂止是不闹了，我连他和傅南风的狗命都不要了。我直接卷铺盖跑路啊！但10个亿还没到手，我还得继续跟傅北辰周旋。好啊，哪有人嫌钱烫手的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傅北辰拉过我，低头吻下来。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？我抬手挡住他的唇。现在不是说好每个星期天的吗？今天是星期4，不合规矩。傅北辰气得牙痒痒。我刚给你10个亿，你连敷衍我一下都不可以吗？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？本来也是可以的，但我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万一他没轻没重把我孩子弄掉了怎么算？我岁数也不小了，马上就30岁了，我还是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的。为了傅北辰的10个亿，我决定再忍一阵子。但安心那边等不了，傅南风那个精神病天天作妖，安心身体也不好，被他这么折腾，身体又差了很多。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整个人透着一股淡淡的死感。阿暖，我觉得傅南风克我，我是不是死了比较好？但我如果死，肯定要和他同归于尽的，要不然我怕他伤害你和我爸妈。当初你问我为什么不长嘴，不告诉傅南风我离开他的正在原因，你现在看见了，他那样偏激的人，就算我告诉他，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的。其实我和他之间早就该结束了。我闻言顿觉背后一阵发凉。安心，你别做傻事，为了这样一个狗男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不值得的。你忘了你当初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活下来的吗？你就算不为了自己，也要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啊！你不是最喜欢小孩子了吗？你都还没见过呢。我的话成功让安心的情绪稳定了下来。安暖，我怎么办？我受不了了，我怕我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也觉得再让安心跟傅南风在一起，他会精神崩溃的。想了想道，死盾吧，让傅南风以为你死了，那样你就解脱了。到时候我安排人带你走，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安心的语气里升起一丝希望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我道，可以的，既然离不了婚，就让他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安心不愧是死人文学女主角，这倒霉催的。白血病刚好，没几年又被傅南风折腾出胃癌，这下好了，死得更合理了。准备好了遗书和诊断报告，安心就找了座山头跳下去了。我还找了几个小孩在对面，不小心用摄影机拍下了他跳崖的全过程。只不过他跳的时候脚上拴了蹦极的绳子，给傅南风看的影片把绳子 P 掉了。好歹我也是做影视投资行业的，P 个视频易如反掌啊，易如反掌啊。安心在遗书上写，当年离开傅南风是因为得了白血病，现在离开是因为得了冒癌，不想连累他，他原谅他了，希望他以后一个人好好生活。
傅南风哪里受得了这个，当场就爬上窗台，要随安心而去。安心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你真的要丢下我？你又不要我了吗？被人连拉带哄的救了下来。傅北辰给了他一巴掌。你冷静点，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，你难道不想我这个哥哥，还有疼爱你的爸爸妈妈吗？傅南风哭着来看我。嫂子，我也给了他一巴掌。安心之所以自寻短见，就是不想连累你。你现在这样子，安心泉下有知该多难过。傅南风左右脸分别挨了一巴掌，哭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。他说他得白血病是怎么回事？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明明好好的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他问我算是问对人了，我最喜欢往人心里捅刀子了。你还有脸问？当初安心之所以跟你分手，是不想拖累你。他是得了白血病，不过后来治好了。是你老是欺负他，惹他生气，害他得了胃癌。傅南风听到我的话，痛不欲生，抱住脑袋大喊：不，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傅北辰看他弟弟这样，忍不住责怪我。够了，你别再说了，你没看到南风情绪很不好吗？我也给了他一巴掌。你弟弟的命是命，我闺蜜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你弟弟只是伤心难过，我闺蜜可是跳崖死了呀。虽然警方在山崖底下捡到一些温馨的私人物品，但他一个胃癌患者又从这么高的悬崖跳下来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有生还的可能性。我以嫂子的名义出面，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。傅南风不顾经纪公司和傅家的反倒，以丈夫的身份在公众面前出席，公布了他和温馨的恋情。曹痴情官夫，天人永隔，苦命鸳鸯人设，连上了10天热搜。温馨的爸妈也在葬礼上哭晕过去。不久之后，就因为忍受不了丧女之痛，移民到海外去了。办完这一切，我的10个亿也到账了。我跟傅北辰说，安心的死给我造成压力太大了，我想出国去散散心，要不然我就要崩溃了。傅北辰想着，他都给我10个亿外加10套房产了，我这么爱钱的人，肯定爱屋及乌，爱他爱得要死，就同意着让我去了。他还是不太了解我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我这些年的积蓄外加他的10个亿，也够我下半辈子花了。我临走前的一个晚上，傅北辰一直缠着我，阿暖，你不会离开我的是不是？你只是出去散散心，很快就会回到我身边的，对吧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心的死，我的心里总是感觉有些不安。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？我和他有什么好说的？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傻子，你想太多了。你这么有钱，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放心吧，只要你不破产，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。然后开了艘游轮出海，倒上汽油把船给烧了，造成我在船上被烧死的假象，死顿了。事后我去跟安庆会合了。这几个月里，安心早就布置好了我们未来的家。他爸妈知道他没死，现在在别的国家养老。为了不被傅家的人发现端倪，他们决定暂时不联系。而我的肚子也快显怀了，我不想让傅北辰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所以不得不死了。安心见到我很开心，没有傅南风那个疯子刺激他，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胃癌因为发现的早，通过积极治疗，病情也控制住了，没有进一步的恶化。夜里，我们躺在一张床上，仰望头顶的星空。安心开心地道：阿暖，我没想到我们这辈子还有这样舒心的时候，想起来真的跟做梦一样。我安慰他，别想这么多，都过去了。傅南风以为你死了，他再也不会纠缠你了。安心点了点头，有些担忧地看着我。那你呢？傅北辰知道你死了，不会对穆家下手吧？我道，得精神病的是傅南风，不是傅北辰，放心吧，他没那么疯。我死了，说不定他还挺开心，可以继续为他的白月光守身如玉了。安心想了想，点头道，也对，阿暖，你真好，要不是你，我也跑不掉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肚子里的宝宝的。我和安心在国外定居下来，6个月后，我顺利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莫安安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提心吊胆的，怕被傅南风或者傅北辰找到。后来才知道，小说里说的霸总买不起一张去国外的机票都是真的。我和安心在国外待了5年，孩子都上学了，傅北辰还没找到我们。我们一家3口去德国旅游的时候，还遇到了傅北辰的白月光。当时他已经是享誉德国的骨科医生了。得知我死顿，他并没有揭穿我，反而恭喜我，恭喜你重获新生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我嘴很严的，我不会告诉傅北辰我见过你的，我不想让他破坏你们平静的生活。他看起来很有气质和涵养，一点也不像小说里写的那些做腰瓷镜的白月光。可能是因为他毕业之后没有回国吧。白月光就是有白月光的样子，让人一见倾心。咱们不是情敌吗？你为什么帮我？我记得当初我和傅北辰的婚礼上，你还气得扭头就走了呢。白月光笑道，你误会了，我生气不是因为你。我发现这个世界有些不对劲，就因为傅北辰出身好，家里有钱，就好像全世界都在围着他转一样。我明明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但就因为他喜欢我，我在别人口中的形容词拥有都只有一句傅北辰的白月光。我觉得不应该这样，我是我自己。当初我之所以在你们婚礼上生气出走，是因为有人说我是来抢婚的。在他们眼里，只要是他傅北辰喜欢的人，即便我们只是普通同学，我跟他没任何关系，都会被打上他的标签。所以我选择出国留学，并且一直留在这里。我和安心闻言纷纷瞪大了眼睛。姐，觉醒的人是你吧？觉悟也太高了呀。白月光奇怪地看着我们。什么是觉醒？我连忙道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姐你好帅，搞基吗？安心闻言立刻挤开我。木暖，你够了。姐，你考虑考虑我呗，我觉得我们更合适。我惊讶了。不是，安心你深贵呀。安心瞥了我一眼。你不也是吗？白月光被我们的热情逗得直乐。你们，哈哈哈，真有意思。然后我们人处上了，135我处，246安心处。我女儿从2个妈变成了3个妈，我们4个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们后半辈子都没有回国，4个人生活得很开心。后来听说傅南风抑郁症从楼上跳下来，当场毙命。
傅北辰也在一次空难中失事，尸骨无存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安心和我只是长叹了一声，终于死了。全文完。